朋友们，什么才是消业的最快方式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对《金刚经》中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就是说身体不是我，头脑也不是我，所有的相都如梦幻泡影，这些领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他们的痛苦就来自于所说的这些虚假的方面。更究竟地说，他们的痛苦是来自于无明和业力。我们对待业力和贪嗔痴慢疑等种种习气，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假定了这些东西是实有的，认为这些东西束缚了自己，然后又进一步地认为自己可以去破除掉这些业力习气。正所谓众生造业，业不造众生。业力是一个有些复杂的概念，简单的理解，业力是长久以来种种原因的积累所造成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反应与结果。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妄想的惯性。我们此生所要经历的事情，乃至对事情的反应与认知，皆由业力注定。比如有的人习惯性的心情不好，时常情绪低落，这便是陷入了一种时常发生的惯性妄想。同样，有的人天生乐观开朗，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惯性妄想。又比如有的人喜欢吃辣，有的人喜欢吃甜，这些也是种种个人之业，乃至我们的喜好与厌恶，我们的脾气性格、思维方式，包括人生某些时刻的重大决定为什么那样抉择，皆是由自己的惯性之业在牵引。比个人之业更大的是群体之业，比如一群相近的人，有着某种相同的认知和执着，就是一种群体之业。此外，人看到的花草树木是绿色的，而狗这个群体看到的花草树木是灰色，这也是不同物种不同的业报身。另一方面，业这种东西无法被刻意改变和消除，这便是定业不可改。因为任何试图做出的改变，都只是妄想制造出了另一些业。但是究竟来说，一切业都是空的，没有实际的。在究竟觉悟的佛陀看来，一切业力和习气本身就是一种妄想，是自己一点一点想出来、积累出来的虚妄惯性。我们妄想被业力束缚，又妄想能解开这样的束缚，佛陀称之为复不复妄想。因此，所谓的不造业，某种角度只是让旧有的惯性业力释放，而不是去刻意不造和改变什么。刻意的不造业依旧是一种固执妄想，同时也正因为业力本空，且属于妄想，所以并无需任何改变。因为本空，所以也谈不上灭什么业，所以说生说灭，说要去改变，或是要保持如如不动，只是另一种妄想之业。所以业与妄想发生的时候就直面承担，该没有时就即刻放下，心不粘着任何，不另生多余的想，便是不造新业。因为我们能妄想出各种业，但业不能造人。我们如果妄想出各种业，那么在陷入妄想的那一刻，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个妄想本身，这便是业与人俱生。我们如果能离开心中的妄想，内心清净，没有任何挂碍和知见，这便是业与人俱灭。所以你应该知道，业是由人妄想造作出来的。你如果陷入自己的妄想，陷入自己的概念和执着，那么在那样的时刻，你的表现就是一个个的妄想之业，便是业由人造，人由业生。但你如果能减少妄想，不造作各种妄想之业，心中一片清净无事，那么在那样的时刻，你心中人与我的这些概念都不会有，内心只是本自安静合一。这便是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生人也。这就像人能弘道，
道不能弘人。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很多人不相信因果，造业后说没有报应，但往往受报会让他更痛苦。还有人认为某个事小一点，业少一点，所以起心动念了，而心一动皆是业，就会有后续的报。如果前一念不生，后面一念也就无从跟随，那么又怎么会妄想出业报呢？究竟来说，业力本空，妄想本空，一切报应皆是空。但是空不代表什么也没有，而是说如梦如幻，没有实际。以比喻的形式来说，就像梦境中一切都是空的，但是这种如梦的空不妨碍梦境在那一刻的表现，这也便是空不异色的含义。一切善恶的报应其实皆如梦般本空，但是也会如梦般显化。本质上，一切善恶之报，只是我们陷入了一场场好坏的梦。因此，所谓的悟道，便是去悟那个能做一切善恶的梦、无念的梦的本心。然而悟道后，明心见性后，也并不是说之前的人生梦境就不存在了。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等等功能和常人依旧无异，喜怒哀乐一样也不会少。在外人看来，也许悟道的人生活的坎坷、身体的病痛依然存在，但在悟道的人看来，有一种无痛无苦的存在，贯穿在人生梦境正在发生的任何好坏善恶现象中。所谓的道，那个明心见性要见的性，那个能生万法的真心，并不在别处，也不在人生梦境之外。道无处不在，道就在我们走路时的一步一步感受之中，也在对感受的一步一步觉知之中，更在自己的一举一动、情绪变化、有念或无念之中。从任何正在发生的好坏身心现象中发现并回归自己的存在本质，就称之为悟道。所以说，悟道之后，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而与悟道相对的迷惑，是吃饭时想着别的，睡觉时又胡思乱想睡不着。这就是把自己发散成了一个个妄想，陷入意识分别不可自拔，这便是背道而驰。那么，怎么样才不算是妄想呢？佛陀说，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边。意思是说，不坠入意识中的一切认知和见解，寂灭一切虚伪的妄想，不做任何有无自性的想法，远离一切有对立关系的概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佛陀提出要不堕一切性，这便是说所谓的真如自性、法性、自性等等类似这样的概念，也不要去分别和妄想，更不能在意识中去执着。所以，不光是我们认为业力是实有的，属于妄想，对于明心见性要见的自性这个概念，执着于有，执着于要见到，这也属于妄想。某种角度说，自性是有是无皆属于妄想，不堕入有与无这两种最常见的妄想，便是不堕一切两边。那么究竟有没有自性？世间和自己身心的一切现象，究竟有没有一种本源的存在呢？我们最后用佛陀对大慧大师说的一段话来寻找答案。佛陀对大慧大师说，为了避免众生陷入断见，避免众生陷入对空无的恐惧之中，我才说世间和人们自己的一切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有一种本源存在，名称为自性。又因为众生自无始以来，执着自性是有自性之相，证得自性之相便是圣人的境界。为了劝止人们对自性的执着，为了防止人们被这样自认为的妄想遮障，我又说一切法空，无一法可得。我不说自性有自性之相，
也不说真心自性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什么样，但是我确实安住在了自性的如实空法之中，远离了颠倒惑乱的相和见，远离了自心限量和意识妄想，于自性之中不辨自性是有是无，由此证得空、无相、无愿这三种解脱的如实法门，印证了真心自性的本来面目。安住于自性的本来面目中，便得到了自在关照一切法生灭变化的自觉住。在生灭变化中，心中却没有有无可见，没有生灭可见，没有任何事相境界可见，远离了一切关于有与无的意识妄想分别。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